大家好，我是大伟。无论男女，只要你上了年纪以后，夜里面总是起夜的，一个晚上2到3次以上的，你就记住练一个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大腿内侧啊，这里我手指的位置，大腿内侧这个地方啊，古人把它称之为升阳线或者回阳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啊，这个大腿内侧这条线啊，直接是通达我们骨盆盆底肌的啊。强化大腿内侧这条线，就是在强化我们的盆底肌。而盆底肌是什么呢？大家注意看这个小人，它的底在哪里啊？底部兜底的就是盆底肌。盆底肌只要一松了，你看上面里面的东西会不会往下掉？东西只要一往下掉以后，就会压到我们的一个储蓄带。你储蓄带只要一受压，那么你的夜料就多了，夜里面起夜次数变多，而且盆底肌松弛以后，对于我们整个内气是非常不利的啊。我们以前讲过一句话叫做内气聚则全身有劲。人年龄越大，越要去聚我们的一个内气，而盆底肌一松，我们整个内气就散开来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工具，专门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升阳线，让你阳气升，内气聚。好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同时记得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内容，就是这个夹腿器，你只要每天能做上100个，你的肾阳之气就会越来越足，身体也会越来越好。那么这个夹腿器它两侧是完全为了贴合我们大腿内侧皮肤而设计的，不会说你在夹腿的时候感觉大腿内侧膈应的慌。那么中间这个旋钮呢，它是调节阻力的，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大小不同，所以我们通过中间这个旋钮就能够完美的配饰自身的一个力量。接下来我用这个夹腿器来给大家演示，教大家这个夹腿器应该怎么样去做。首先来教大家一下夹腿器如何放置我们放的点呢，要在膝盖内侧偏上方一点。你看，把夹腿器放好以后完美贴合，我们把我们的脚并拢在一起注意这里是我们的双脚并拢身子呢微微往前坐注意看我的椅子不能全部坐，要往前后面留一半，身体微微向前倾，双手叉腰，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姿势。你只有在这个姿势之下，你才能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我们的一个盆底肌，让我们带动着这个大腿内侧一直锻炼到我们的盆底肌。好，我们就这样把姿势做好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来开始夹。你看往内夹的时候夹到底以后保持住1到3秒钟，慢慢的松开，再来2、3，你看4、5、6。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最好能体会到什么呢？就是你在往内收紧的时候，你的盆底肌在往上提有一种往上提的感觉。这个感觉会随着你去做的时候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个小小的工具它的用处就来了，它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找到你这个发力的感觉。你像我们很多朋友你说大腿内侧这个肌肉你怎么去练？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单独去锻炼它，但是这里呢，下通我们的小腿，上通我们的盆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呢，有了这个小玩意这个小工具，它就可以你在家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把我们的姿势摆好，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发力，然后小腹收紧就这样去做。每天你就这样做上一个100下因为边看电视边做嘛，你做的时候也不会感觉特别的累，但是呢，你的大腿根部包括我们的盆底会有一种发酸的感觉，发力的感觉就这样去做。一般40下到50下，咱们做一组，然后休息一会儿，再做一组，就这样去做就可以了。做完第一个动作以后，我再教你一个站直的动作依然是把它贴在我们大腿内侧偏上方一点，然后呢，我们脚尖要朝着正前方，然后它的这个腿的一个间距大家看和我的肩膀是差不多的，甚至微微略窄一点。好，我们做好这个姿势以后把小腹向内收，双手叉腰。注意看，这里重点来了我们腿夹要什么呢？往内夹，往内旋。你看我的腿部动作，1、2、3做的时候你的小腹要收从侧面看，你可以用手去触摸着你的臀部然后你看
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大腿内侧、臀部、小腹啊3点啊都是往内收的啊，这个动作的好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不说嘛，你只要能做上一个100下，每天坚持，你都会发现你的肾阳之气啊，你的精力啊，好处啊是非常多的。你只要能坚持下来啊，你1个月、2个月以后啊，你就会发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啊。我们就这样做，正面啊换个面给大家看啊，不同的面给大家看。你这个做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啊。它腿是这样分开的，我们做的时候是什么呢？微微的往上站直，同时啊，这个腿啊向内卷、向内收，然后臀部内收啊，小腹内收，3个点同时发力啊，就这样去做啊。做的时候依然不要快啊，我们做的时候要缓慢而匀速的，你看不能这样很快的去做，这样做就没有用了啊。缓慢卷进去，甚至到顶点的时候啊，保持一会儿，放松，再来收，放松。收，放松啊！收的时候记住了啊，3点，你看大腿内侧1点，小腹1点，臀部1点，3点合一啊，发力，收进去啊，做100下。那么就这样2个动作啊，你可以连接在一起做。如果你的体力好啊，早上去做站的这个姿势，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们去做一个坐着姿势的练习。这2个啊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我也把这个假腿器啊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有需要的啊，自己啊去获取。我是大伟，希望你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因为这个方法全部在这里，你也可以打开视频，每天跟着我啊一起去练。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在道家的传统养生当中啊，非常重视个人的肾气提升。那么在春天现在这个季节啊，非常的应景啊，在这个季节当中，你要如果方法做对了，就能很好的把我们的肾气啊往上提一提。那么道家提升肾气和其他的锻炼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来说，道家的提升肾气的方法都在于手上，很局部，做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今天给大家分享3个道家提升肾气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一学，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呢，第一个动作啊，我们称之为握固。握固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说握固不就是这么啊，一握一下放在腹前就是握固了啊，这样是错的。咱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是不是？其实握固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子午诀。子午诀是什么意思？你看，用我们的大拇指点住我们的无名指的根部，这么一点，点住上去以后，手才把它握起来。所以你看起来外形一样，里面的内有乾坤啊，就相当于一个饺子，皮是一样的，里面的馅不同啊。你看，来这么点住我的无名指根，来点住，点住以后，这个握固握法形成了以后，双手你看这样。朝着我们的肚脐这个方向这么一摆，摆正了。好，腹部稍微收紧一些，来吸气。一般来说，握住3到5秒钟以后，吸气会变得轻松，进气量会怎么样？增大，吐气。再来吸，吐。这个握固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我们肾宝宝气的一个方法。每天把手握住，睡觉之前就放在正放在我们的肚脐之上，也可以呢。平常没事的时候，把手这么握住，握住了以后，把这个小太阳啊攥在手里，一会儿啊，这个手就会发热，热的会出汗啊，很热啊。这种热就是什么？把你的肾宝宝的气往上提了。同时，2手握固放在我们的腹中，吸气也会变得轻松。你把手放开，再吸。就感觉重了啊，这就是握固啊，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来，第2个来讲一下是什么动作。第2个动作叫做固筋沟。你看固筋沟，那么道家认为呢，小拇指和我们的肾宝宝是关联的。那么长勾小指啊，自己勾一勾，长勾小指怎么样？肾宝宝的气啊就足。那么固筋沟，顾名思义，你看小拇指这个样子，像不像一个小钩子？把它称之为筋沟，就是因为和我们的肾宝宝有关联。来，把它勾在一起以后，所有的朋友记住了，手你看这么握拳放在胸口，这么握拳，握紧了，要握紧，勾住小拇指，握拳放胸口，10秒钟。10秒钟以后，你自己数到10秒钟以后，来，我们把手小拇指不变，大拇指相对，对在一起，对在一起，好，保持住。你看这是一个什么姿势？一个循环的姿势，看到没有？一个循环的姿势，好，就这样。放在胸口，然后呢，我们把手肘往上提，手肘只要一往上这么一提，小拇指的压力就来了。我们小拇指感受到压力，保持住，手肘往上提，感受这个压力，小拇指勾紧了，
啊，勾紧的依然是10秒钟，所以这个动作连头带尾就20秒。你看这样10秒，这样手往上提10秒钟。好，10秒钟过后，我们要验证这个动作好不好？怎么去验证？2个点，第一个，做完以后这条线，哎呀，像一个小火苗往上烧一样啊，热热乎乎的，温度往上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来，我们再把这个小拇指勾一下，你看勾住了以后再拉一拉，你会发现这个拉的时候比明显之前的时候要紧很多。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理解了它为什么叫固筋勾，固住了呀啊，固筋勾。你看第一个动作握固。第二动作固筋勾，第3个动作是什么？抓耳朵。抓耳朵这个动作啊，是一个92岁的老道长教给我的啊，每天都抓，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把耳朵抓一抓。你看我们耳朵的形状和我们的小腰子的形状像不像？像吧？所以叫肾宝宝开窍于哪里？这儿啊，来抓住手含住我们的耳朵，2个手含住，这么叫含，把耳朵看放在我们的掌心上，就这么放着。往下去拽，拽着我们耳垂这个小铃铛往下这么一拉，看1，像捋着把它往下拽，2，2个手就这样，3、4，每天做啊，每天做5、6，多少下？20下左右，7、8啊，20下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头上啊轻轻松松啊。这就是3个动作，这3个动作咱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每天都做一做，对自己的帮助啊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不住的，你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也可以把它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我的你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肾阳之气不足的人啊，身体就特别容易发虚，浑身没劲。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大太阳天啊，天气啊也非常的热。如果呢你的肾阳之气不足，在这个下面啊是照一会儿晒一会儿，你就会一会儿就会感觉头晕目眩啊，浑身啊难受，就有一种像中暑的感觉。其实啊都是提示着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行气运血的能力啊不够了，肾阳之气啊不足。其实呢我们说啊5、6、7。3个月份啊，这个太阳刚刚开始热，但是还没有那么烈的时候啊，是生发我们身体当中阳气啊、肾气啊最好的一个时候。我今天啊要教给大家一个桩，这个桩啊叫做顶阳桩啊。如果你是一个男同志啊，去练这个桩啊，会对自己的身体啊是好处多多，生发肾阳之气，越练身体啊会越强壮。如果你是一个女同志呢，经常练一练这个动作呢，也会让自己的身体啊变得更好，气血代谢能力啊变得更足。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那么，如果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一定要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这个顶阳桩的动作啊，并不难。我们先讲一下基础的一个姿势啊，双腿啊分开，比我们的肩膀啊稍微宽一些，脚尖指向外侧。同时呢，我们的小腹啊，大家看往内收啊，收紧我们的小腹，开始把手啊举过头顶啊。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叉啊，像一个叉啊，把手举过头顶，然后呢，开始进行什么呢？腿把它往下蹲啊，腿往下蹲，侧面看一下啊，腿往下蹲啊，蹲下来以后呢，手往下弯啊，形成一个什么呢？啊，你看这个姿势啊，这样的一个姿势。我们在做这个姿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整个后背啊是完全挺直的。很多朋友啊，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啊，他这个背啊，只要往上手一举，就会感觉特别的酸乏，特别的胀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经络啊不通。我们通过这个桩功，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身体上面一些不通的地方啊，慢慢的调理好，变得疏通。所以呢，我们按照这个姿势啊来做一下啊，手打开，双手肘打开啊，这不要往里面靠，打开，手掌呢朝天，5指张开。就这样啊，从侧面看一下，往上举。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啊会感觉稍微做一会儿啊，腿上发酸，这个后背啊酸乏的厉害，肩膀啊也特别的酸。其实你感觉酸的地方啊，都是你日常当中啊最薄弱的地方。通过这个桩功，就能够帮助你啊肾气变强。我们每天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不要做时间长，做上一个30秒钟左右啊，就把这个桩功啊，大家看。先手啊顶上天啊，保持一会儿啊，呼吸可以做3到5个呼吸，慢慢的开始下蹲。好，沉下来，
就这样去做上一个30秒钟左右。刚开始啊，不要做时间长啊，30秒钟足够了。慢慢的把时间啊进行一个增加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啊是生发阳气、提高肾气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也是每天非常值得拿出2到3分钟的时间去练习的一个动作。你只要啊能够坚持上1个月，你会发现啊你的腰腿、背部啊都会变得更加的强壮、更加的有力，整个人的肾气、阳气上来以后啊，浑身的精神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好了，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感觉做完以后好的，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啊，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啊一划走找不到了，后面再想去看，再想去学一些细节，哎找不到了，那就麻烦大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这里啊你能学会到很多没有见过的一些非常好的养生小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会发现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共通的文化，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经常提及一句话，叫做“寒从脚入”，对吧？所以咱们的脚呢，要把它护好。然后呢，还有的人呢，他睡觉的时候啊，他哪儿露在外面都没关系，这个脚和肚子啊，一定要把它护好。特别是对这个小孩子啊，比如一些婴儿啊，一定要把这个小肚子捂好，不然啊容易着凉。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老年人啊，出门啊总喜欢头上戴一个帽子，很多人其实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其实这种行为呢，它的流传啊是非常的久的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讲什么呢？人体当中啊有3个口，这3个口是哪呢？就是第一个啊是在我们的脚底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肚脐，第3个啊就是我们的头顶啊，这3个地方啊都容易啊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啊，而导致我们体质啊变弱。那么在道家呢，它有一个睡觉的方法啊，就可以在睡眠当中让我们啊自身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睡觉当中的一种修行啊睡姿。怎么去做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啊，可以去先用这个动作啊，保持一个10到15分钟啊，你经常去练习以后啊，就会感觉意想不到的收获了。我们来先讲这个动作啊怎么去做。那么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首先要先把这个脚底啊相对。腿呢朝外打开啊，大家肯定很多人啊会熟悉这个姿势啊，脚心相对啊，一定要相对好了。然后呢，这个一只手啊，我们要捂在我们的肚脐上，另一只手呢，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头顶啊，把这个手啊压在头顶。具体的姿势啊就是这样，大家看啊，非常简单，你只要在这个姿势之下保持浑身放松就可以了。那么在保持这个姿势大概在10到15分钟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身体上面啊，头上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细汗，然后呢，这个脚底啊，它会发热，还有包括我们的肚子中间啊，它有一些暖暖的感觉。对于体质啊较为敏感的人啊，他可能就做一会儿，他就明显的感觉到了。而体质啊不敏感的人啊，你就坚持经常啊这样做一做，你也能感觉到。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它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啊达到一个闭路的一个循环。什么叫闭路的循环？你看我这个2个脚底啊相对，对吧？我们有讲啊，这个是个孔嘛，那2个脚底相对，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对吧？然后我们用一只手啊捂住肚脐，你看把这个出口给堵住，另一只手捂住头顶啊，你看2个出口堵住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闭路循环。这个动作贵在持之以恒啊，你经常去练习的话，你会发现到冬天，即便天气再冷啊，你进入到被窝以后啊，这个脚啊也是热乎乎的，而且啊这个肚子啊和头顶啊也会感觉温温的啊，非常的舒服。所以大家呢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做一做，也不费事，就睡前的时候啊你去做10到15分钟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健康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要教各位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的肾气，让我们的身体的气血循环代谢，包括骨骼的一个结实程度都能得到很有效的一个刺激。而且呢，这个动作是一个94岁长寿老人教给我的。恰巧呢，这个长寿老人对于传统武术、传统养生都是颇有心得。可以说，这个动作聚集了他的一些心得和精华。但是说实话，我看到他教给我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动作确确实实的不是那么好看。但是从这个动作我练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得到身体上面的反馈，感觉出来这个动作真的是不简单。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动作是全民都可以练。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难度，朴实无华，但是对于身体真的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咱们话也不多说，记得先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再想看，万一找不到，那就后悔大了。好了，我们来直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非常简单，但是大家也不要小瞧它，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的难度系数会逐渐的提升。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如果说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朋友们，刚开始跟我们学的时候，手扶着墙做那如果说你感觉对自己的平衡能力有信心，那咱们呢不扶墙也可以首先，我们把这个动作称之为肾气步肾气步。然后呢，就是说白了，让我们的脚后跟着地，脚尖往上抬起先保持一个正常状态，然后慢慢的你看，先活动一下脚后跟往下每天这样做，你看这是最初始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先适应我们脚后跟走路每天要这样做。好，慢慢的，当你开始做了一个50下左右的时候，开始适应的，很多人这个时候这个脚已经开始酸了然后我们怎么做呢？你看腿要往前，幅度要变大，手放在我们的腹部记住这里不是抬腿你看这个是抬腿，这个是往前，它有什么区别呢？它往前有点像踢球往前踢一样，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腿的曲度保持在大概固定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腿往前，你看腿往前，你先找这样的感觉，然后呢让我们的脚后跟着地去往前在家里面就可以这样练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们很多人保持不了平衡，手扶着墙就这样去做。如果说你的平衡能力还可以，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慢慢的把速度加快，非常的好坚持去做上一个30步到40步左右，你会发现除了我们的臀部、我们的腹部我们的大腿前侧都会有一些酸酸胀胀异样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它带给你的是更多的一种充实感。就练完以后你活动一下，你会发现特别的舒服。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很多人他身体当中比较虚的，做完这个动作以后，额头上面就会出汗，后背上面也会出汗，感觉非常的舒服。如果我说的你跟着我做了有这样的感觉，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今天教的这个动作是朴实无华的动作，但是朴实无华不代表它的效果不好，反之越简单的动作往往它能给我们带来的帮助真的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只要坚持练你会发现身体的状态会一天比一天好。这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在家做上一个50步左右为一组然后坚持做上个2到3组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视频收藏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古话说男人20看腿，30看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个男同志他是否精力壮、肾气足。那么20岁之前呢，往往是看他的腿。如果这个人腿粗腿有劲，那么这个人肾气肯定是足的。那么30岁以后呢，随着我们的身体机能衰退咱们看腿就不太准了。那看哪里呢？就是看我们的腰腹。如果你这个人呢是大腹便便肚子上面的赘肉特别的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腰臀比过高。那么你不仅肾气不足，而且同时呢，你患有一些疾病的可能性要远高于普通人。所以呢，才会有一句话叫30以后看腰。腰腹是很多人的重中之重，只有把腰腹练好了，那么你往后余生会过得比别人幸福的很多。好了，今天呢，咱们来教大家3个对腰腹非常好的动作，男女都可以练。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最经典的平板支撑。这个动作很多人都听过，也有很多人去做，但是很多人做的不对。我来给大家先演示一下错误的做法我们很多人做平板支撑的时候是什么呢？他这个腰要不就是塌着，大家注意看这个腰不就是塌着要不呢就这样弓着这2个方法呢它都不对。那我们平板嘛，那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平板，小腹核心部位一定要收紧然后去做，然后头呢微微的朝前方有点仰头就去做。而且这里呢还有一个错误点就是很多人他为了比时间而去比时间这个它锻炼我们的腰腹它是一个静态发力，你不用去比时间就是说有些人一做就10几分钟，一做3、5分钟，我们一般来说达到1分钟左右这个量就够了。好了，这是第一个动作，我们建议每天1分钟。那么咱们马上来讲第2个动作，叫做侧平板支撑就是侧卧起的一个支撑
这个支撑呢，我们两边都要做。你练完一边以后，要练另一边，它也是能锻炼你的腰部啊。做好，我们甚至可以微微的起伏啊，去锻炼。这个起伏的锻炼，我们是比如在支撑个20秒到30秒以后，然后你去做10个啊，它能带来更好的刺激。好，我们做完一侧，再做另一侧就可以了啊。翻个面，保持好平衡。那么前面2个动作呢，我建议大家是交替做，比如你周一啊去做平板支撑，周二就做侧平板支撑，周三再做平板支撑，周四再做侧平板支撑，然后2个轮回下来以后，你休息个2到3天，再这样去接下去。这样的话啊，你坚持去练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有意外的惊喜啊，肚子都会小不少。好了，说完前面2个动作，第3个动作我是极力推荐大家1周去练上一个5次的，是什么呢？叫做顶肾阳。这个顶肾阳做法也是非常简单，我们脚底啊脚心相并啊，并拢了以后，大家注意看，腿啊往外分开，然后呢，我们整个人啊躺下来。躺下来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呢？让我们的屁股啊悬空啊，发力让我们的屁股悬空，双手放在小腹啊，就这样去坚持一个20秒啊。20秒以后呢，你看啊，把腿并拢，肚子顶起来，好，坚持个10秒钟，再来，把腿慢慢打开，20秒钟，顶上去。10秒钟，好，再来一组，20秒钟，顶上去，10秒钟，好，就这样，我们20秒加10秒啊，其实算一个循环。那么如果你的条件比较好，你就是像我一样做3个循环为一组啊。如果你条件就是感觉做的比较累了，你就是顶上去啊，腿分开啊，腿分开顶上去，咱们20秒钟。并拢以后10秒钟就可以休息了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调节。总之，这3个动作啊，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啊，让我们身体啊变得越来越好，肾气啊变得越来越充足。好了，今天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如果你没有在视频下方点赞的话，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那没有关注的朋友呢，点波关注啊，每天都会分享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啊你经常感觉自己的肾气不足，阳刚之气啊不够，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一定要好好看。我教给你啊一套非常好的动作，这套动作啊很多人反馈说啊做完以后啊反应就来了，而且啊自己明显能感觉到啊坚持做了一段时间，肾气啊是越来越足，身体啊也是越来越强壮。那么现在呢，我来把这个动作内容教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啊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手机啊，打开视频就跟着去练。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动作啊，这个动作啊有2个点非常的重要。第一个点啊就在于我们后背的这个肾腧啊，肾腧啊对于我们很多的男同志来说啊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点怎么去打开呢？我们要轻轻的给它撞击，撞击99下。但是啊，它在于我们后面很多人啊，平常喜欢去捶打，但是啊，这个力度啊其实是非常弱的。我们要去做，一定要用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手腕去给它撞击。有些朋友就说，手腕怎么去触碰这个点呢？非常简单，把手你看靠后，然后呢，整个人啊踮起脚啊，一定要把脚啊踮起来，然后来1啊落下，2落下，3、4、5、6、7、8啊，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啊，来1、2、3、4、5。它这个撞击的这个力度啊，和我们手啊去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的力量打击更渗透啊，可以说是打肉不打皮啊，不像我们的捶小拳头啊去捶的话，它是打皮不打肉，它力量渗透不到里面去，渗透不到里面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充分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肾阳之气。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会用手腕啊，大家注意看啊，你看来1、2，可以这样去练习一下这个撞击的感受。再把这个感受啊带入到我们这个动作当中，踮脚1啊，踮脚伸手2、3、4。好了，第一个动作啊就教到这里。这个动作啊一定要每天做99下。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在于我们的一个八髎，我手指的这块区域。这块区域怎么找呢？我们把手啊放在我们的腰部，自然下滑啊，下滑摸到一个沟啊，然后呢，同时在于我们的屁股中间啊，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要上下的给它搓动，把它搓热了。同时，另一只手啊，在于我们的小腹，就是我们的肚脐下方，在这里横着搓，一个是上下搓，一个是左右搓。这2个动作啊，千万不能单个做，一定要是一起去做，才能激发出最大的一个感受啊！来，你看，大家看。如果你做的时候感觉不强烈啊，你就把这个什么呢，腿弯一些啊，然后骨盆做一个后倾往前去顶，然后去做。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做的时候速度一定要稍微快一些，一定要摩擦出这个热量啊，渗透到我们的一个深层。去数一个200下。好，我们的后面看一下。可以大家配合呼吸啊，就是吐气，吸口气，继续，小口吐气，快速的把这个动作做完。你会发现没一会儿，它这个热量啊就已经渗透到里面了。做完以后啊，感觉这个小腹，包括我们的后腰之处啊，都发热。这个热量和普通的热不一样，它是由内而外的散发一种热量。这个热是在里面深层的热，为什么会有这种热感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把我们重要的一些气血通道啊给它打开了。这些通道一旦打开，那么你的肾阳之气啊，其实会变得更好。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2个动作一定要是结合在一起做。咱们做完第1个动作以后，就紧接着就要做这第2个动作。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感觉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同时记得没关注的关注我一波，因为在我这里啊，你能看到很多非常实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